总资产在短短时间内暴增，我们今天必须带大家看透这背后的数字真相。光盛从1977年做精密机械起家，到现在满手现金，应付管暴增，这种资产膨胀的速度，到底是财务上的虚胖，还是真材实料的扩张？直接切入核心来说，这绝对不是虚胖，这是光盛为了迎战 1.6T 时代所准备的庞大金火库，背后的结构转换，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光盛已经从单纯的零组件代工，彻底转型为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枢纽了。你看，财报绝对是不会说谎的。到了2026年第一季，光盛的合并总资产，这是一个极度放大的数字，已经直接膨胀到了150.74亿元，每股净值更是从2024年底的48块多狂飙到90.52元。这么惊人的资产规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企图？其实关键点就在于产能储备战。这些激增的现金与资产，全都是用来锁定未来的定价权。AI 算力现在是大爆发的阶段，你如果没有这种等级的资产底气，根本连美系云端大厂的谈判桌都上不了，更别提要去接下那些极度耗能的客制化大单了。而且这不仅仅是资产的扩展，这更是地缘政治下的一次完美脱逃。光盛硬生生地将中国营收比重从过去的90%狂砍到目前的10%以下。趁着这波转型，他们更是精准抢下极高毛利的利基市场，像是美国国防合约中的 F-35战机，还有我们台湾永鹰号高教机的高频微波射频元件。确实，在地缘政治风险的控管上，光盛做得非常彻底。不过，市场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公司先前承诺的100亿营收大关，到底是不是全靠这些利基市场撑起来的？我们需要更透彻的拆解。我们直接来拆解这个100亿帝国的底层逻辑，大家看看这个4大事业体全貌。AI 基础设施主攻高频40到65G 传输，宽频网络强调微小化与轻量化。除了刚刚提到的航太国防，在生医科学领域，他们更是一举拿下了美国警察的拉玛光谱仪，以及4度 K 及低温的超导单光子探测器，也就是 SNSPD。他们最核心的护城河就在于深度客制化比重高达了 70%， 并且与大厂共同持有将近200项专利。现在全球产能是100%满载的状态，员工数也大幅扩张到了1400人。事业版图确实很宏大，也成功创下了历史新高的100亿营收。但我们看一间公司，绝对不能只看营收，获利品质才是支撑这一切的骨干。魔鬼往往藏在现金流里。你看，2025年全年营业活动现金流高达29.09亿，呈现翻倍的惊人表现。但是到了2026年第一季，却急剧萎缩到只剩下0.76亿。主要原因是存货与预付款大幅增加了5亿。看到这里，你一定会问，这种断崖式的现金流落差，难道不是管理阶层在营运效率上出现了严重的警讯吗？等一下，这正是财务数据表象下的战略布局。你绝对不能只看那0.76亿的现金流了，去看看流动负债里的应付佣金高达22.27亿元啊！这代表什么？这根本是美系巨头疯狂拉货的铁证，再加上筹资活动中可转债 CB1 到 CB3 狂吸了74.31亿的银弹，那5亿的存货跟预付款，说白了就是大厂为了包下未来的产能，提前进行了产能预约。你再看第一季的 EPS 直接飙到 7.82 元，毛利率从季减的表面看下去，年对年其实仍以 55.41% 创下同期新高，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定价霸权。有了满手银弹之后，接下来的战略并购才是检验经营层前瞻性的关键。2026年5月完成的与英特尔1比 5.1 的换股案，真的能打通上下游的任督二脉吗？之前的影片我们曾经介绍过 IET， 也就是英特尔这间公司在 CPU 领域的技术稀缺性。光盛这一步棋下的极其漂亮，透过原子级光子技术与超导架构，光盛彻底将磊晶材料、光电元件一路到光通讯模组连成了一条龙，利用英特尔的 MB1 分子束磊晶技术，直接从最上游的材料端解决了 CPU 的物理孤岛危机。前面我们聊到的英特尔一条龙材料整合一旦完成，光盛就正式摆脱了上游断供的孤岛危机。尽管这2天台指期也曾大跌3000点，光盛走势仍稳在区间之内。虽然走势很闷，但真正决定未来胜负的不是短期股价的波动，而是谁能率先解开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AI 晶片跨越1000瓦后的物理史学。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底层逻辑的专题对谈。未来的生死战场已经精准定义在 CPU ELS 咯。当 AI 晶片功耗冲破1000瓦，正式走向 1.6T 时代，传统 AI 伺服器的铜线传输就直接撞上了物理墙，算力都还没出机房，就先被铜线热死了，高达 30% 的能量直接沦为废热。唯一的救赎就是以光带电，把光引擎搬到晶片旁边，瞬间砍掉 50% 的功耗与 30% 的延迟。
但是雷射是极度怕热的，如果放在1000瓦的主晶片旁，波长一定会漂移，所以必须做到空间解耦，也就是把光源物理隔离移到面板前方，这就是 ELS 外部雷射源的终极价值所在。但目前市场上像 Broadcom 或是 Marvell 这些晶片大厂的阳谋是追求高度整合，将光引擎封死在自家 Switch 晶片周边，打造垄断性的标准化平台。那么光盛和英特雷的这套晶片中立系统，凭什么让 Meta 或是 Google 买单？因为这些自研 ASIC 的巨头绝对不想被晶片霸权绑死。对比传统的 MOCVD 技术在1000瓦高温下难以支撑，英特雷的 MBE 技术就像是原子级的 3D 列印，能做出超高纯度的量子点雷射样片。它的 APD 雪崩光接收器背景杂质浓度控制在10的14次方级别的原子级，甚至还能用零化影 HBT 彻底打破 100G 的网络频宽瓶颈。这就是大厂维持光通讯中立的最佳解方。说到微米级的针尖对决，市场上常把 CPO 的同业大立光拿来比较。大立光靠着孔度的自制机台，玩的是晶片级的极限印刷术，把 PMLA 光学微透镜阵列做成标准化零组件，直接卖给台积电或者日月光进行先进封装对卷，赚的是大量复制的超高毛利零组件材。没错，但光盛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蓝海。两者的战场有着极其利落的划分。光盛是系统级的高级定制服，专攻云端大厂 Scale Out 的血拼扩展。它深入 Hyperscalers 云端机房，卖的是顶规13824星的 Torpedo 鱼雷光缆系统，还涵盖了盲插、散热与机构设计。一句话总结，大立光去当半导体大佬的军火商，而光盛是直接深入云端大厂机房，赚取高切换成本的客制化系统整合材，段数完全不同，两者蓝海共存。光盛最核心的技术壁垒其实就藏在这些微米级连接器的结构蓝图当中。你要知道 ，CPU 最致命的瓶颈叫做光口和效率，在微米级的光路里，只要有一丝丝的位移，光讯号就会像射进黑洞一样完全损耗掉。光盛的 FAU 口和技术就像是把13824根头发同时精准地穿过一根小小的针眼，这种极端物理整合的护城河，正是他们有底气卖这种与机房死死绑定的系统整合材的最大本钱。不过，技术讲得再漂亮，终究要回归到财报的现实审查。针对市场上存在的3大表面矛盾，我们必须来深度辩证一下。第一，高度客制化的东西往往很难放量，那光盛凭什么能实现跨越100亿营收的规模扩张？第二，全球 IMP 零化银基板正面临高达70%的断供危机，英特雷为什么还要砸重本扩建德州2期厂，甚至增购 MBE 机台？第三，为了满足美系大厂独立专线要求而盖的菲律宾厂，第一季已经认列了1893万的初期磨合亏损，这么庞大的折旧费用，难道不会狠狠压抑2026到2027年的营业利率吗？这些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直接看这个核心数据 26%， 这可是光盛2026年第一季的 OPM 营业利率啊。菲律宾厂的确还在磨合，但它的折旧费用占2025全年营收根本不到 0.7%。为什么他们完全不怕初期亏损？因为那 70% 的客制化产品享有极高的定价权。菲律宾厂其实是地缘政治的防护盾，它负责吃下低阶产能，让台湾总部可以专心生产极致利润的高新数产品。这不仅没有拖垮毛利，反而从集团层面大幅优化了获利结构。至于德州的扩厂，那叫做产能储备战，趁着缺料期透过带料模式稳住阵脚，专机专用将毛利率极大化，加上汇率波动，虽然在2025上半年造成了4.4亿的兑损，但 CPU 技术领先所带来的营收贡献时间差，早就完全弥补了这些波动。所以残酷的真相是什么？当对手还在为供应链断链焦头烂额的时候，光盛早就已经用满手的现金、庞大的资本支出，还有英特雷的原子级材料，筑起了一道极高的进入障碍。走在这种技术转型的钢索上，的确伴随着极大的风险，包括客户高度集中跟汇率波动的影响。但在节目的最后，大家不妨深思一个问题：当2027年基板供应短缺的锁链断裂， AI 基础设施建制狂潮全面引爆的时候，光盛这套客制化绑定与德州的满载产能，是不是真的能赋予他们绝对的定价霸权？这场1000瓦级的极限热战，其实现在才刚刚开始。